我可以找你。找我吧，他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如果你担心有什么事的话，你就不要去了。看着吞吞吐吐的长梦，朱翠却并未怀疑，表示愿意前去。不料半路却遭到了曹宇的伏击，双方缠斗，朱翠却寡不敌众，被曹宇抓获。另一边，为了讨好曹宇，常威却将鄱阳王家中歌姬银铃献上。眼见曹宇对其有意，常威立时道：“他叫银铃，叫他今天晚上到我这儿来。”夜里，曹宇却突然抓起了银铃的手，欲要轻薄。见状，银铃大惊道：“大人，你不是健身子了吗？”你以为我是太监？大人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大人，不要啊！不想东厂首领曹宇竟并非真正的太监，伴随着阵阵惨叫声，银铃却被其玷污。一时间他万念俱灰，但想到牢狱之中的朱翠，他却委曲求全，并对曹宇百依百顺。曹宇大喜，见状银铃立时道：“云游公主是不是在我们这里关着？我想去探望探望她，大家主仆一场嘛。”感念其主仆之情，曹宇却并未怀疑，一口答应了此事。牢房中，看着日渐消瘦的朱翠，莹莹却心痛不已。原来5年前是朱翠将其从人犯手中救出，感念其恩情，莹莹决心定要将其从牢房救出。但牢房森严，一时间却也无可奈何。就在此时，风来一现身，并表明其来意。莹莹大喜，二人商议之下，决定用偷天换日之计将朱翠救出。另一边，为了引出不乐岛之人，得到歹徒，曹宇决定将朱翠就地处决。而得知此事的风来一大怒，决定硬闯大牢。次日，众人正欲赶往牢房，风来一现身，看着身前的众高手，他却微微一笑道：“今天是曹大人的大喜临门，我们特来为大人贺喜，为大人献上一曲。”放箭！见状，二人立时飞身而起，轻松躲开袭来的箭矢，但却并未与其纠缠，明显是为了拖延时间。见状，曹宇却不再犹豫，下令将朱翠处决。行刑台上，看着被斩杀的朱翠，风来一却神色平静，转身离开了此地。另一边，山洞中，海无言飞身而起，双掌齐出，断魂掌法施展，真气瞬间炸裂。他低头看去，胸口的梅花掌印却已然散去。见状，他立时大惊道：“难道我的内功练成了？这究竟是什么人？什么样的内功？好像红叶派的内功。”经过数日的休息，断魂掌的心法已然融会贯通。不料次日运功时，却再次口吐鲜血，晕倒过去。待其醒来，却发现伤势已然无碍，体内真气充盈，内力却突飞猛进。他随手挥动，周身石块瞬间爆碎，掌经过处，竟无坚不摧，山石炸裂。显然其断魂掌心法已然大成。不想待其出谷，却发现朱翠已然被曹宇处决。想到二人之间经历的点点滴滴，海无言立时痛苦落泪，只因他早已将其当成了自己的妹妹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自身后传来：“海哥哥。”海无言转身看去，却发现正是朱翠。看着伤心的海无言，朱翠却再也抑制不住，扑进了其怀中。原来为救朱翠性命，风来仪将易容之术交给了莹莹，并让其与朱翠互换身份，瞒天过海。而为了报答朱翠的恩情，莹莹却毅然选择了赴死之路。如今海无言神功出城，为了阻止曹宇练成长生不老术，决定前往东厂将金玉衣夺回。而朱翠亦是决定上不乐岛救回家人，二人约定他日在不乐岛相聚。不料次日，朱翠却被常威率领的强弩营伏击，关键时刻常梦现身，为其挡下了飞来的箭矢。常威见状大惊，此时常梦却奄奄一息道：“公主，你快走，我爹还要杀你。”我知道，他害了王爷，可他毕竟是我亲爹，我不能亲自为你报仇。而看着赶来的父亲，常梦却低声道：“我希望用我的死来唤醒你的良知。梦儿，你不要再做错事了。”看着气绝身亡的常梦，常威却瞬间大怒：“你们全部都该死！放箭！”此时风来一现身，他双掌齐出，恐怖的真气激射，瞬间将身前强弩营高手击杀，并将朱翠带离了此地。另一边，曹宇率众回京，途径茶馆，却遇到了尾随而至的海无言。朋友跟了我们这么久，总该有个交代。感受到身后高手突袭，海无言却并未起身，内力爆发，瞬间将攻来的长剑震碎。见状，曹宇大惊，显然此人的功力不在白鹤高丽之下。而海无言却并未再次出手，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，便转身离开了此地。次日，曹宇却发现其随身护卫皆神秘失踪，众人不敢停留，立时策马前行。不料却遇到了早已恭候多时的海无言。看着身前的曹宇，海无言却微微一笑道：“
金玉衣乃天竺之宝，我是来帮他们拿回去的。金羽衣就在这儿，有本事你过来拿！听闻海无言立时飞身而起，一掌击出，强横的真气激射，瞬间将身前大内高手震伤。此时曹宇飞身而上，单掌攻出，却被其掌劲震退数步。见状，曹宇厉声道：“早就听说天竺红叶自成一派，让我来领教一下红叶派的断魂掌。”但见海无言运起内力，周身落叶竟汇聚成形。他单掌攻出，真气激射，瞬间将身前锦衣卫震伤。曹宇见状，立时飞身而上，二人过招。但如今海无言已然神功出城，断魂掌法施展，强横的掌劲瞬间将曹宇打成重伤。见状，他却并未追击，抓起马匹之上的金玉衣，飞身离开了此地。眼见海无言离去，曹宇却诡异一笑，原来自知武功不敌，曹宇却早已将真正的金玉衣调包。密室中，他身披金玉衣，修炼着宝衣之上记载的功法，不料却发现功法竟有缺陷，必须配合药精，方能修炼出真正的长生不老术。另一边，朱翠随风来一上不乐岛，一路之上，他的善良却慢慢将无名感化。待众人上岛，无名却一反常态，对其百般讨好，但朱翠却早已心有所属，断然将其拒绝。夜里，朱翠却发现一神秘老者潜入其房间，见状，他立时大喝道：“你到底是谁啊？我到底是谁？”眼见老者如此痛苦，朱翠却轻声道：“你别这样嘛，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可以跟我讲啊，说不准我还可以帮你。”老者却并未应答，飞身攻向朱翠，二人交手，不料老者虽疯疯癫癫，却武功高强，3招便将朱翠击败。看着身前的朱翠，他却微微一笑道：“你的功夫还算不错，不过你要想帮我，还差得远。天底下没有人比我的武功强了。”眼见老者如此嚣张，朱翠大怒，而担心其对海无言不利，他却故意道：“高丽呀，高丽的武功就比你高。”什么？听到高丽2字时，老者却瞬间大怒，眼神冰冷，狠声道：“胆子不小啊，就不怕我杀了你？”看着杀心渐起的老者，朱翠却丝毫不惧，反笑道：“我可以帮你，你是不会杀了我。”听闻老者却神情古怪，对其上下打量，发现其资质颇高，竟是百年难遇的武学奇才，立时大喜道：“没想到老天赏给我单坤一个报仇的机会。”原来你叫单坤啊？不错，可是在江湖中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看着疑惑的朱翠，单坤却缓缓地道出了其来历。原来当年不乐岛岛主云中遇天纵奇才，自创了独步天下的绝学醉金乌，而后便收了4名弟子，其大弟子继承的便是醉金乌功法，2弟子高丽学的是梅花掌法，3弟子弓一刀修习的是迎风刀，4弟子风来仪却是练的飞天剑法。4人中却以大弟子武功最高，因此高丽心生妒忌，知道老大嗜酒如命，高丽于弓一刀却合力设下圈套，趁其烂醉时偷袭，将其打成重伤，并非掉其右腿。而那名大弟子便是如今的单坤。30年来，他却无时不想着报仇一事。而看着喝得烂醉的单坤，朱翠却厉声道：“老前辈，你难道忘了你的腿是怎么被人废掉的吗？如果你不喝酒，就不会发生那天的事情了。”听闻单坤眼神却闪过一丝悔意，瞬间大怒，立时将手中酒壶摔碎。而为了报仇，单坤却执意要收其为徒，不料却被朱翠一口回绝。争执之下，2人却决定比试3场，胜者为师。而朱翠虽武功不济，但却古灵精怪，设计轻松将其打败。见状，单坤立时沮丧道：“天道不公啊！我单坤这30年的仇，没法报了。”看着痛苦的单坤，朱翠却表示定会助其报仇。听闻单坤大喜，为了传其功法，他却提议结拜成兄妹。次日，海无言归来，并告知朱翠，想要救出家人，便要依靠风来仪和无名的力量，待其取回金玉衣和药精，便会与其团聚。看着离开的海无言，朱翠却心中不舍。山涧中，潘佑迪挥动冰玉刀，刀气过处竟无坚不摧，周身山石瞬间炸裂。而此时刀身完全被寒冰覆盖，家传绝学冰玉刀法已然大成。次日，潘佑迪却再次回到了与海无言相识之地，不料却发现其已然被众武林高手围攻。老朽听说，有个年轻人武功奇高，一夜之间杀了白鹿山庄200多人。不是我杀的，今天你说什么都没用。杀下！看着攻来的正派高手，海无言却眼神突变，飞身而上，断魂掌法施展，掌劲过处，众高手立时倒飞而回。他飞身而起，
一掌攻出，强横的真气激射，瞬间将身前高手震伤。不料此时胸口梅花掌之伤却再次发作，关键时刻潘佑迪现身，冰玉刀法施展，瞬间将围攻之人击退。海无言见状大喜，立时飞身将其抱住，二人同时握住刀柄，飞身攻出。此时冰玉刀刀身突变，竟完全被寒冰覆盖，刀气过处却无坚不摧，瞬间将众高手击倒。眼见危机解除，潘佑的确轻声道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傻？这么多人围攻你，你怎么不逃？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地方，你不能走。”不想海无言如此拼命，却只是为了守住二人之间的过去。看着痴情的海无言，潘佑迪终于下定决心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要去寻找长生树，你会跟我一起去吗？”当然会，不管你去哪里，我都跟你在一起。二人经历重重考验，终于坦诚相待，彼此相伴。次日，为了引出高丽，二人却来到不乐帮分舵挑衅。不乐岛多行不义，必受惩罚。今天是时候，不乐岛弟子听命，给我拿下海无言！看着冲杀而来的众高手，海无言却丝毫不惧，一掌攻出，强横的真气激射，瞬间将众人震伤。见状，头目立时飞身逃离，并放出信鸽，而潘佑迪却并未阻止，反手将其击伤，并非掉其武功。另一边，潘佑迪却发现，当二人联手时功力便会大增，而想到二人武功皆出自红叶派，海无言却猜测红叶派功法必定要相互配合，方能发挥其真正的威力。为了打败高丽，二人却决定共同修炼。与此同时，朱翠随风来仪到达不乐岛，母女相见，二人立时抱头痛哭。见状，风来仪大怒，只因他认定其母沈氏便是当年屠杀柳家并带走其女儿之人，欲要将其击杀。不料朱翠却挡在其身前，厉声：“需要杀他的话，就先杀了我好了。我念在你养育多年的情分上，死罪可免。你的弄清真相，如果真是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”另一边，高丽收到了曹宇的密信，得知金玉衣在其手中，决定即日赶往京城。不料半路却得知分舵被袭一事，他瞬间大怒，但为了长生不老之术，却还是决定先赶回京城击杀曹宇。不乐岛上，单坤却将醉金乌功法尽数相传，不料却发现朱翠虽天资聪颖，但只对剑法颇有兴趣，掌法却徒有奇形，未得其神。见状，他却立时沮丧道：“你们女孩子，终究是女孩子。我不练了，招法又不好看，又不知道要练多久，说不准我还没有练成，高丽就已经死了。”为了助其练成神功，打败高丽，单坤却将醉金乌的掌法融入了剑招中。朱翠见状，立时大喜。另一边，无名自云南归来，并带回了至宝神龙剑。传闻此剑削铁如泥，乃上古圣物，欲要送给朱翠。担心其拒绝，他却不意道：“这把宝剑可是上古圣物，应该有德者居之。你又老说我是坏人，那么想来想去，就只有送给你了。”那我也不要。无名听闻，立时心中沮丧，正欲离开，不料朱翠却轻声道：“你这次去云南，真的没有杀人吗？”听闻此话，无名却微微一笑，并将其身世告知。原来数十年前，高丽屠杀了数个武林门派，将年幼的无名带回，并强迫他为其杀人。因此他的人生中只有无尽的杀戮。但自从遇见朱翠，却也慢慢被其感化。而此次远赴云南，正是为了查明身世，不料却依旧一无所获。听闻朱翠却微微一笑道：“只要你真的想改正错误，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的。”另一边，为了打探不乐岛的消息，朱翠决定只身硬闯禁地，不料却遇到了此地的守卫。这可是海防重地，没有岛上的通行信物是不准随便走。我这儿倒有一件三岛主的信物，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？来人正欲上前查看，朱翠却拔剑突袭，二人激斗。但如今其醉金乌功法已然小成，剑招如行云流水，3招便将其击杀。此时一老者飞身而上，厉声道：“到本岛防护重地，动手杀人！今天我就杀了你，看三娘娘她怎么说！”来呀，本姑娘等着你。二人交手，不料老者却武功高强，但见他单掌挥动，暗器激射而出。关键时刻，单坤现身，将其救下。老者见状大惊道：“你是人还是鬼？刘母，太监忘了我了。”单大爷，你不是死了吗？知道其是高丽手下，单坤却狠声道：“自己了断吧，不然的话，你会死得更惨。”听闻刘公大怒，正欲出手，不料却被朱翠一剑刺中要害。单坤见状，立时一掌攻出，将其打落悬崖。次日，得知刘公身死，风来一大怒，是要将凶手碎尸万段。而无名却发现其伤口是被利器贯穿，立时大惊。夜里，屋外黑影闪过，朱翠见状，立时飞身追赶。
不想朱翠竟能施展不乐岛失传绝学醉金乌。黑衣人大惊，并露出了真面目，正是不乐君子无名。原来因刘公之死，风来一下令搜查不乐岛，担心其安危，无名却故意试探，并将此事告知朱翠。见状却疑惑道：“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？”也许是我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。看着一言不发的朱翠，无名却微微一笑，并告知只要将利剑藏入后山禁地，便能躲过众人的追查。不想一向杀人如麻的无名竟会出手相助。听闻朱翠却颇为感动。我也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其实你人挺好的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笑呢？给人家感觉挺像个坏人的。是吗？